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三人成虎，鸡飞城市。哎呦，现在是怎样？期末到了，要跟各位学生看齐，是不是？就是写报告的时候用那个成语很好用啊，这样四字的，这样算起来字数也比较多，念起来也比较有节奏。对，那说到学生，我觉得来宾要先好好的介绍一下，请帮来帮我们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宾是谁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上次又来404做客一起聊天的这个淡江大学国际术语站，哇！不要紧张，我要再说一次，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义用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耶！今天既然老师来了，各位听友们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没错。我们今天有很多战略的讯息的讨论，国际议题的分析，没错，要跟这个各位听友们来分享。当然呢，因为最近刚好是这个老师的期末嘛，对，大家的年末，老师也要过新年了嘛，对不对？没错。那个老师来的时候有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这情绪上有比较波动的部分啦，是为什么呢？我先深呼吸一下，调整一下。就是要让这血压不能太高嘛，对不对？所以天气比较冷，真的。其实主要其实就是说，我们期末啦，很多人说啊，你们老师最爽啦，放寒假啦，有薪水领，然后又不用这个上班啦。好，或许是，可是其实第一个，我们其实每年的年末就要什么国科会啦，还是什么那种计划要提出嘛。是。那变成你在12月的时候，你前面要结案，新计划要提出，然后接下来OK。大家可能期末报告交一交，写完就丢了就跑了嘛，耶！然后可是我们要改考卷啊，那好，改考卷就该当就当，还该怎样就怎么样。可是弄完之后，也会有同学来做什么？来跟你要分数，讨分啊，讨分数，说老师没有啊，还是什么的。那就比如说，如果是你平均下来59.7还是什么，好，45入就给过了嘛。是。可是有一些你真的差很多的。那我不当你当谁，或者是你报告还交错？我听过最扯的是这个姑其引其姓名跟引其班级，但是这当然不能透露。我这个倒是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电影心得，然后他应该就是我要你们看蝙蝠侠，然后他教一个钢铁人那你这个我不当你当谁呀？有点差太多啊，差太多了呀，而且还不同集团呢。对，没错。你是 DC 的还是这惊奇的？你老实说。不知我不能透露。漫威，我就是交错报告那个。所以就会变成说90这些同学来，那当然啦，你交成绩之后，我可能也会有留个几天的一个 UB 的时间嘛。是。可是后来。OK， 都已经上传了，都已经做什么了，他才来跟我讨，而且他讨的还不是期末报告，是期中报告。我说大姐，现在是期末，你现在跟我说期中你要成交，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那平时出席率呢？平时出席率这个就各显神通，因为其实现在我的班大概各显神通8-90个人嘛，有一大班啊。是。那问题是我绝对不可能记起来90个人的名字嘛，很难吧？很难，非常难。就如果你要选举，也记不起来90个人啦，记起来是难能可贵啦。就90个人的班上你要怎么记？所以点名，然后点名你也不可能一个念名字啊，对不对？什么泽维尔又邦邦对，就这样子，好像念嘛。互相举手。可是问题是90个人，我念完以后都已经20分钟过了吧？然后有时候我发现，这是我中文太差还是什么？这字我不会念的。然后我又在想。我又不好意思说，这你名字怎么念？我就在说，来学号403911，这同学是谁？没有听嘛，我就偶尔用个号码，你们都不知道，我赶快掩饰一下自己的中文程度不好，就是用一些那个其他的技巧来补评。但是上次后来就发现说，学校可能就是有一个叫代码点名，就变成说，你输入1234，然后今天的密码是1234，你输入就可以，或者是扫 QR code，类似这样。可是我们就发现了啊，就有小朋友把QR code 拍照传到全班群组，对，他就可以远端点名，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就可以变成说是那种假冒的方式去点名。对，那你到底本名跟这个脸人，这个人的脸跟他的名字
其实都是会连不起来，算是一种错假讯息啦。我真的觉得你是什么假新闻还是认知战啊？这个，但我那时候，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觉得说，因为有时候那个老师可能他的狠话就是第一堂课就会放下去了嘛。我这学期就是有这些东西，然后你出席率你点几次名不到会被当，然后这些东西你要交，没交会被当，或者考试不来会被当。但东西都放下去了大家都就是照常举行。可是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出席率其实没到，或者是他可能考试没过，或者是他哪些作业没交。但老师明明就设了 deadline， 然后他还是没交，可是后来他可能靠其他的方式等等，就是他这堂课还是过了。这种人最要不得怎么办 ？Kimoji 会不好呢？你想说老师为什么这样子？明明都说好了，那他为什么不当？这边其实就是老师是不是前面要先讲清楚，就是说，比如啦，5次不到。死当就没有理由就一定当，或者是5次不到，你出席分数就是0分。可是我出席分数可能占30%啊，那另外可能我随便讲，期末35，期中就35，这样加起来100嘛。那刚好他那70分，他报告真的写得不错。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也是有，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讲清楚了，所以那边老师非常难为啊。然后你还要把那个贴好，我那个什么蝙蝠侠钢铁人，我还是在。作业那个系统嘛，现在我们用系统教啊，在系统上面我还特别说，请教这部我当然不是蝙蝠侠，我只用蝙蝠侠做比喻，蝙蝠侠 Batman， 然后我还把 YouTube 上面的一个预告片连结贴上去，你还给我弄的这个是钢铁人，我不当你多谁啊？完了，这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吧？还是他实施了换脸技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deepfake 吗？还是什么？点进去之后跳到别的网站，这个叫病毒性吧？有可能。所以整个期末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处理到一个。差不多就是结束了。所以其实，然后还有个朋友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有小朋友说，因为我这一个我要线上去看，所以可是我这一个海底电缆最近断掉，老师我有上你有上新闻有讲，所以害我流量太低又看不到。我说。这代表你没来上课，因为我是在课堂上放的啊。老师，你有放哦？又抓到一个，哇，怎么办？多说多错啊！没错。各位同学，不要这样不要找太多，你那个借口，你的真的要再不要跟这个中清楚。共的海警船一样那是高还是低？高啊！多高？超级高，就是一直来这个灰色地带侵扰嘛，让这个台湾附近觉得非常的觉得很可怕，尤其是这个影子战队。最近这个影子战队，就是各大新闻都在报嘛，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割电缆战队。那这个割电缆战队呢，就是整天在这个台湾的，不管是这个靠近这个电缆的海域等等啊，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蒙古籍的，然后前一阵子才刚刚有那个就是他国注册的中共控制的这个船只在割我们的海缆吗？对啊。顺心39割完之后，然后他们就说，他是哪个国家级的？是。它好像上面还有2个双重国籍 AIS 系统，然后就可以评判双重国籍去做切换。没错。可是他们说，实际下去查，发现它其实是港商。然后可是持有人是中国人，没错，而且在这个他的船舰上面的这个船主呢是香港人，然后他的这个很多的船员都是中国人，那怎么能不怀疑他呢？就是有关于他这个所谓的人口组成，就已经混人口，还混双重国籍，这个就很难，感觉就很像是个选举当中嘛，然后你要这个双重国籍不能选政治的人物嘛，对不对？然后又要这个选立委，整天在那边吵是不是中配的问题，对不对？还是现在到底是中配，还是真的是拿了那个中国身份证？而且他这出席率也蛮高的，就是有关于这个他可能在做期末报告的部分来这个海域要来交报告了，对不对？没错，但是就是整个林林总总，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很明显，就是中共有意要来做这件事呢？老师，对，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是最近这个电缆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一些非常多的纷纷扰扰啦，让大家就感觉好像这一个年末这个龙年的龙尾这一块，龙尾蛇头这一边，并不是说非常的一个平静。但是我们其实要去看的是 ，OK， 电缆今天有没有受到毁损？有，这个是确实的，因为我在来录影之前嘛，我才去跟我一些资讯的朋友在聊，他们说台湾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还好，
并没有太大的网络的一个断线。可是他就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连国外的网络伺服器，我玩游戏都卡卡的。哦，原来如此。就是今天或许我们在用平常的使用网络还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瞬间去连国外的伺服器，的确有受到影响。那为什么？我们先说为什么这一次感觉大家没有感觉到什么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边，我们政府在这边的一个备援机制做得很好。就等于说我这条线不通了，那我赶快走其他的线路去疏散这条线的流量。我用这样子比较比较科普的方法来跟大家讲，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不是没有遭到威胁，而是我们之前做对了很多事，让它的一个威胁或者是破坏或影响下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想的。那再来我们就会说了 ，OK， 好，那你是不是都是老共的阴谋啊，还怎样的什么？他要去割断这个电缆啦，等等啦，类似的一些问题。可是这一些事情。我必须会说的是说这一些事情是不是这一艘船去做的，有可能。可是这艘船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命令来做的，这边我们就很难去找到一个连结。这也是今天我们说它是灰色地带作战吗？我们现在已经有时会把太多事情列为灰色地带作战了。好，今天共机逼近我们，什么飞越中线，上面就贴着5星旗嘛，这当然就是中共的嘛，这不用讲。好，什么这个他的一个军舰逼近我们，围绕我们军演，这也不用说，这上面就5星旗就是你的船。可是今天他如果是一个民用的船只在这附近徘徊，然后他用什么这一个他这一个下锚的一个战术啦，这一个然后去勾啦，去破坏这个海缆啦，这一边是不是中共政府去命令的？这一边我们就没有证据，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一个灰色地带？甚至讲的难听一点，我们没有错。今天他说啊，他是不是这一个假冒什么其他国家的船只？可是这个在航海上面、运输上面是常见到的，就好像比如说这个船东有可能是台湾或其他国家的人，但是他因为要这个进出一些海域，所以他可能这上的船籍登记在其他国家，它可能有税务啦，或者是进出的方便，这个在航海界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你说今天这艘香港的一个船东是香港人，然后他这个利用那科麦隆啦，还是什么蒙古啦，这一个方式来做这样航行，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应该说我们也不可能说他的这个实名不符就去临检，那你临检不完。是，所以今天这一件事情，我常会说没有错。我们在这一个防卫上面，我们的确要去提高警觉。这可能是什么这个作战的一个先期的作业啦，或者是对我们有一些危害啦。可是今天在战略上面，我们要这个放大敌人可能会对我们的威胁。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我们就是要回归到一个操作面上面的运用，不管是执法啦，或者是在这个防范啦，这一边的话，又会回归到如果今天注册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就不能用因为他的注册船跟中共有关，或者是他这一个鱼目混珠，那我们就来这个对他进行取缔。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区别的。那听到老师这样的分析，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就是如果又再度发生了这些，比如说像最近一个蒙古籍的，然后这些船只，那我们要把它上升到什么样的高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执法程序，才能让台湾政府能够有一个实际上的这个见解，或者是实际上的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的海缆能够好好的保存？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就先说是不管它这个有没有勾破还是什么这些啦，就是先从海缆的安全我们来去看好了。因为这个这想起来是岁月如梭啊，十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这关键基础设施防卫计划，那个不知道信还不信啦，对吧？就是说参加这一个 CIP 这个计划，那当时我们就讨论到海底电缆，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海底电缆这一个东西，它在遭受到攻击或破坏的时候，不是只有台湾受到影响。因为它有一点类似我们讲灯泡，它是串联的味道，所以其实你今天台湾这边这条线断掉，对日本也有影响，对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所以其实那一条海缆，它甚至也有中国的在使用，中国联通或什么在使用，所以其实早期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会说今天中国敢不敢就大拉拉的把它弄断，倒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他自己也有影响，所以与其你要去断海缆，不如说攻击我们的机房，
因为我们是在你海缆上来还是要有机房去连接嘛。是，但是你如果破坏的是台湾这边的机房的话，就直接会对台湾造成一个瘫痪的。所以与其打海缆，不如打机房。那另外一个就是，好，我们也不能去排除，如果他真的就是要跟你台湾，就让台湾变成孤岛，还干嘛？然后就把我们的全部弄断了。那我们除了海缆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通讯的方式？不管是之前我们看 Starlink， 或者是英国那时候 OneUp 那一些系统啦，就会看到的，就是说，今天不管是美国还是这个英国这边，都有备用的卫星系统。那我们就在这种通讯到切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个我们讲的备援机制？那也同样的，这些备援的一个机制，它跟国防有没有关系？我必须说，它对经济民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国防还好。因为我们国防自己走的是自己内部的光纤网络，它不是走海底电缆。那你说我们跟国外通联啊，还是什么？可是你说我们这边其实是跟这一个外国，我们是跟美军啦，是在做用的 Link 16的一个方式，是用这一个Link 的一个通讯模式去做一个沟通，所以不会是使用这一个海底电缆。那所以说海底电缆会不会对我们的一个国防造成会造成影响？这个是这一个倒不是，这个倒不会就造成最直接的影响。这样听起来，这个割海缆的计划，除了要让台湾变成所谓的数位孤岛，或者是会不会让这个台湾的人民产生一些或者是转移焦点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可以考虑进去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国防正在做某些计划的话，然后可是问题是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其他国家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割海缆的动作，然后想要转移某些我们在台面上面的某些新闻上面的焦点或关注点等等的话，对，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吗？老师，你是说他是会不会去转移焦点或者什么？这一点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回归到的，就是说，今天他的这一些事情，他是不是一个实际的军事行动，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犯罪作为？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要出动或介入的兵力。就像海巡来看，他现在可能或许就只是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领海，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执法权。可是今天他如果只是说他行迹诡异，在那边什么绕八字啊干嘛的，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有船可以去做一些跟随啦，或者监视啦，或其他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去做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国际法的问题。所以我会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它就是变成说啊，中共要打我们，这是他的一个前兆啦，或者什么，这样会让一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反而我们要去做的是把这件事情单纯化，把它放成是一个犯罪事件。让它是一个海上的不安全，或者是一个海上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警政的力量去驾驭取缔。那今天这个警政的力量，他这样子做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也会去有破坏，所以中国海警你来干什么？你也应该要来协助来去取缔，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国际诉求。所以我们到现在看到，就是台湾，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幸好我们备援机制应该是有跟上来，是，然后再来对外的部分，老师刚刚说可以透过警政来多加取缔的部分，所以台湾现在目前我们面对海缆被割的情况，因为其实也不是1-2次了，就近几年有陆续听到。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做的已经足够了吗？还是我们其实还有需要从哪边方面再多加关注？我是觉得备援这一块啦，我们现在其实是非常努力在做，不管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全韧性的社会啦，或等等的啦，这一些其实就是当我们海底电缆断掉的时候，我们其他是不是有备援机制？这一点或许我们现在其实有在做，但是另外的话讲得更难听一点，就是我自己会比较就是还是电力跟能源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电没有能源，你有再多的这些接收器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电啊，所以其实有时会发现这一块的全韧性，它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一项目，比如说在单一的通信上面，它还会去连接到其他，不管是这一个其他的直通电啦、直通讯啦，甚至是能源议题啦，这一些其实我们整体来看都会是需要去一起去做提升的。
因为每次看，比如说这些船只接近这些台湾的海域的时候，比如说靠近靛蓝的海域，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基础建设岸边的这些海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监控的机制，能够让台湾政府能够快速的进行反应？那老师在战略的观察上面，台湾目前在这个所谓的什么离岸的这个观测系统上面有很大的长进了吗？还是有一些加强的地方？这一边其实就会变成我自己会认为啦，我们的海巡署现在的这个角色需要去重新思考。因为以前我们的海巡可能就是抓这个走私嘛、缉毒啦、偷渡人口贩运就好啦。可是他现在要面临的可能是这种中国海警，他要面临的是这一个海面上面更强大的威胁。所以今天会变成过去我们有分岸巡跟洋巡，那他的角色、他的训练是不是足够了？OK， 那我们说他现在在海面上的话就是船嘛。那船是不是要做大一点？因为如果今天你是小船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风浪，或者去面对中共比较大型的一个中国海警的船。那这一些这个造船呢，当然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花钱跟预算。可是另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一些海巡，它的一个快速，我们讲最快要飞到现场去监控的，应该就是定翼机或旋翼机，就直升机或者飞机嘛。可是我们海巡没有航空队啊。我们海巡的航空队是在空勤总队底下，那海巡航空队是不是需要去恢复或成立？所以我们看海巡的船有的时候，它后面有那个飞行甲板，但是它没有直升机，直升机不是它的。那如果不是他的，你必要时候来得及载一艘那个船开出去，载直升机出去吗？或者是今天如果发现这样的状况，你是不是应该直接飞出去？比如说，就是一架直升机赶快过去，然后拍照去看那一个那一艘有可能会去切断我们电缆的那艘船怎么开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当然，另外一点的话，好，你直升机这个涉及到法规啦、组织啦，最快的办法就是你的海巡是不是有办法去有无人机？因为这个是比较快啦，我比起组织法要去做调整，我相信买这个无人机会快一点。那你买了无人机，比如说今天哪一艘船有问题，是不是我马上就绑一架过去，然后或者2架过去，一架他就一直在他飞附近绕去拍他在做什么？这个拍摄除了是一种我们俗称讲见警率啊，这个中华民国海巡的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该闪了还是怎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他今天做什么事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拍摄下来的话，是不是未来在法律上面、法庭上面，我们能够提出更好的证据？我们想一下，去年嘛，金夏不是海上有一些悲剧发生吗？刚好没拍到，我们就说灭路器的时候就没拍到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一个海巡这样子的飞行，他就把这个犯罪过程全部把它录下来了。那是不是刚好这些是可以作为以后不管国际法庭还是对两岸来讲，我们有个很好的证据拿出来？因为像现在那一艘，刚刚割的那一艘，他现在说什么？他跑掉了，所以要等到这个韩国才可以要求协助调查。可是如果我们就有拍到这些证据，是不是相对来说可以去更要求国际来去做一个？联合上面的法律上面的一个制止或侦查，那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是其他国家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啊，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在跟各国的海警上面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有更多的合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就看到，我们的海警，我们的海巡的一些船舰有进入到东京湾，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有一些合作。那未来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模式去做更多的扩大的合作？因为你说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海军或什么要去跟别的国家的军队力量要进行合作，绝对会有一些困难。但如果用警政力量的话，或许是一个合作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好像遇到那个跟中共相关或者是中共连带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台湾总会有一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没错，就觉得好像是我们一直在急跳脚。对，然后好像讯息急跳针，然后对岸的假讯息来台湾的时候，又很容易扰乱民心的时候，整个就变成台湾人自己都开始分成2派这种感觉。没错，就感觉好像这个讯息一旦释放了，台湾的本岛内或者是台湾的整个国内，就会有一些反制的力量，跟这个原本正常讯息讯息传递的力量在做抗衡。那这个抗衡之下，就导致了台湾形成了一种内耗嘛，对不对？对，你就觉得大家好像
像都在吵同样的讯息，然后只在吵说，你的来源是什么啊？它的来源是什么啊？不要再猎污啦！要听啊，那个媒体不要听啊，你应该看的是那个啊，对不对？大家就是这种口水战。那现在就是搜证嘛，没错。可是现在，如果这个错假讯息的释放来源的那个国家，或者是那个人，或者是那个组织，他如果就是要让你这样乱呢？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错假讯息的目的。如果今天我们请到这个战略专家，我们这尹佑博士来到这边，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当我们看到错假讯息在扰乱我们的民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革除这样的一个行动？OK， 我想现在我们讲错假讯息或者什么不实讯息啦、假新闻啦，我们指的应该都一样。现在其实真的是满天飞了。那今天来看的话，它对我们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骚扰。我必须先说的是，就是说这种假讯息其实不是现在才有，早在2次大战还是什么，早就太多了。可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大家又把它重新拿出来讨论？最大的原因是网络。以前的假新闻可能是广播啦、电视啦，可是它的一个受众是很小的，它是我们俗称叫大众传播嘛，大传。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大传的时代了，是它会针对我们讲，我套一个行销学的用语叫做 target market， 目标市场。我这个就是要这种比较偏蓝的青年人，这一个我就是要偏绿的一些资深的一些民众。他会去针对不同的族群去释放不同的讯息。那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网络啊，因为网络它可以去深入不同的群体，或者是透过演算法去投送，可能会去看到一些特别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一些民众，会把讯息投到这里。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了，它是在平台的话，或许像是各种的一个通讯软体。绝对都会是渗透，不能说渗透，应该说是利用的工具。不管是我们讲的什么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通讯的，不管是台湾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LINE 嘛，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这种通讯软体基本上都会被拿来做运用传递。那另外的话就是社交平台，不管是我们常说脸书啦，或者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管道或平台，或者像 X 啦等等，都会有可能会变成是散播讯息的一个管道。那这种散播的讯息，他希望的就是透过大家以前是口耳相传，可是现在大家可以怎么样复制贴上转传，会把一个讯息原样的传递出去。那过去可能只是文字类的不实讯息而已。但是现在呢，更不用说影片。太多了，或者是用 AI 啊，还是怎么样，甚至有录音档啦，类似这样非常多的一些类似非常多的一个方式，都在我们现在会碰到的一些我们现在会去碰到的一些管道，或者是碰到的一些日常生活里面。我常会跟同学说啦，大家有没有收过不实讯息？没有的话，我们加个 LINE， 我等一下马上传一堆给你。那我每天我会收到留多少？不是留着的，是接收到的，留的非常多啊，然后什么中共6代机怎样啊，什么中共好棒棒啊，什么太多了，或者是现在什么政府讲什么啦，什么是错误呢，还怎样的？这一些其实不实讯息是非常的一个恐怖。那当然也就他今天有可能会去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去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或者是对于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要挑起台湾内部的对立。我们这边内部不管是蓝绿，我认为啦，不管你是蓝绿，这些都是绝对是言论自由或政治选择的自由。但是他会去透过这方式去激起对话，对立不是对话了，他就是希望你多一点对立，而少一点对话。那再来就是甚至会发布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就是说，之前曾经台湾经历过的卫生纸之乱啊，没有卫生纸了，所以要赶快去抢啦，或者是什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可以改善什么生活啦，或者是说今天这个接下来可能新年1月1号的话有什么样新的措施啦，什么，所以大家要遵守啦。可是他都会用一些是真是假的方式去混淆我们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今天会去混淆民众对一些事情的观感跟想法。
那当然更常会看到的就是他会希望去做出来，就是哇，中国什么高铁好快，盖楼很棒，那台湾你盖一条马路要修多久？这原本是不对啦，或者是台湾的什么什么台湾，你看因为什么样的政策，所以我们什么眼镜行特别多，所以什么什么不行，所以我们的建设特别慢。我们用的是70年代，用一种低免台湾的方式去吹捧，去凸显出中国的建设很强。但是这一些讲难听，你说它是不是真的或假的呢？有些事情在台湾或许这个现象是真的，可是你比较的基础是不对的。什么叫比较的基础是不对的？就像中国，它没有错，它的确有一些科技进步或者是很繁荣的地方，但是整体平均下来，他们的一个贫穷的这一边绝对是很恐怖的一点，会变成它的基数太大，它会特别挑它的一些亮点来去跟我们做比较。那有时他就会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事件来混淆大家的判断，这些其实都会是他今天我们讲是错假也好，不实也好，或者是他任何的一些讯息，其实他的一个背后都会藏有一些他想要的去散布的一些背后的作为或想法。这让我想到一个，最近我常常不小心奇怪的 YouTube 开始推播一些奇奇怪怪我平常不会看到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有一些中配的那种 YouTuber， 然后他就会发布说什么，那个跨海大桥要怎么建设啊，要怎么建立啊，然后这个福州通哪里啊，通台中之类的啊，上海通台北之类的啊，这种的什么快速高铁跟这个什么，就是他会讲说什么铁道加上车道的那种大桥会出现，然后我就一直被推播这个，我心想说，我最近是有讲到什么交通建设，是不是？你说被偷听到吗？对，想说最近可能在讲这个，就是割电缆的那个船啊，跟交通有关。然后他就讲到这个跨海桥，然后一直给我疯狂推播 YouTuber， 就是那些中配的 YouTuber。哎呀，好可怕哦！对，我就想说，哇，这个 Siri 真的是不要再偷听了。对，不要再偷听，真的很可怕。最近 Siri 才刚被iPhone 才刚跟人家和解说，它 Siri 的确会偷听某一些特定资讯，来跟这些特定的 App 厂商来进行一些讯息上面的推播嘛。所以这个讯息的释放来源，刚刚老师讲的，从社群平台、社交平台上面到你的 iPhone 都会听，天哪，真的超可怕。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当中提到一个点，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是4真4假，对，它50% 真50% 假，然后就变成是感觉好像某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哦。什么？赶快讲。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因为好像就弄得整个，就是如果今天好这件事情真的要被澄清的时候，他也会很难澄清。他会说可能这个部分有真，那个部分有假。然后我觉得被弄的是台湾人现在也会彼此不信任，真的。然后可是台湾人不信任的基础会变成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原先信任的东西相当的信任，所以我们对彼此不信任，然后又只信任自己信任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整个对立又在拉大，就会崩解。没错，然后就等于是说，所谓的好像事实查核也没有什么用，或者是事实查核，连事实查核最近都出事了，事实查核才被人家攻击的。对啊，但是有时我不能说帮事实查核讲话，我只是会说，今天有一些东西本来就很难查核，所以他只能先从，因为以前其实我跟他们有聊过，就是说那。你说要去查什么中国的什么哪一些是不是什么真相，是不是真的假的？老实说，那一个是比较难的。但我们是不是先从一些简单易懂、很快速的东西先去解决？等于说我有100件假新闻，可是今天有前2件是政治相关，但是这个政治相关查核很慢。我们是不是先查1-2个这一个很简单去查证的？比如说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吃什么喝。是我突然间是不知道该讲什么。麻疹在北荣群聚那个是假的嘛？我随便讲好了啦。这个喝绿豆汤可以防麻疹类似这一种，很快我马上我随便问一个，不是绝对不是随便，我请教一个医生，就立刻可以赶快澄清一篇。那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你不用发，我也知道啊。可是不能这么说，因为。第一个，任何一个中心它一定要有量我今天有多少 KPI， 什么，所以他一定会先挑一些来做。那他也会觉得说，我要是不是先把简单的赶快做完，那我再去处理那一些需要时间去处理的。所以就会有人说什么他40条软的吃啦，还怎样？我倒觉得这一边不能这样子去以偏概全的去讲。对，这一点，因为我曾经有跟他们聊过，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从，因为毕竟就我的角度来看。
少一个假新闻就是少一个可能会危害到他人的事情。少一个假新闻，你说什么好喝绿豆汤可以防麻疹，这个是错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绿豆汤的摊贩就来杀我了，是不是？不是嘛？就是至少不，这开玩笑，就是只是说至少我可以传达正确的讯息。那我多传达一些正确的讯息，应该对社会是好的。对我那时候是这样的想法。了解，因为在我们社会上的某一些这种讯息查核工具啊，看起来好像很多，就像是我们常常我讲那个厂商，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 Who's 叉叉这样，就打电话来会告诉你那个来电单位是，对。然后可是问题是，他就被诈骗集团盯上，就利用，比如说他，因为他不是所谓的社群回报系统嘛，所以他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些诈骗集团就是故意，比如说 A 打给 B 都是诈团的人，然后呢 B 就直接回报说，哦，这个是某某银行，那但实际上他是诈团的电话呢。对啊，所以你接起来听到的是一个电话录音，或者是一个客服小姐的电话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办信用卡，干嘛干嘛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就误以为他是这个什么什么银行，然后就打电话去真的银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怕可能被骗，所以呢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银行说，你们最近有这个信用卡活动吗？就发现说那个银行直接回复说，哦，那个是诈骗集团。然后才知道说，天哪！现在诈团已经盯上了这些所谓的来电告诉你单位的显示，这些厂商他们的社群回报已经开始出现崩解的问题了。对啊，这个就是像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一开始觉得是利益良好，想要去反制诈团，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诈骗集团他找了一大堆人拼命来给你洗，真的就是用洗的方式把你的资料库给洗掉，那会变成是。反而你会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帮凶，会有出现类似的一个状况出现。那这也是其实我们常会说要如何去对抗诈骗集团，或者是在这个上面，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努力啦。因为我相信年关要到了，不管是两位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应该常接到嘛。很多没错，贷款啦，干嘛？超可怕，有没有什么现金的需求？我都骂回去说，什么要我跟你借钱，你跟我借钱还差不多一点，不打听一下我什么身价是吧？我开玩笑，这开玩笑，我只是各位同学要善待引诱老师。对啊，引诱老师什么身价？我是用假新闻对抗假新闻，好不好？这个我要提醒一下。但我觉得就变得很难过啊，因为原本就是利益良好，所以台湾人可以相信，可是现在弄到后面发现我们连原本说可以相信的东西也不能相信，然后在这个中共的所谓的假讯息作战、认知战作战满天飞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要怎么进一步的防？就最后归根结底还是怎么防？对，我会觉得啦，这一边的话，其实要分成政府、民间、官方几个角度，这边不同的层次去看。第一个啦，就政府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有一种不实讯息或什么的一个快速反应的一个单位？那现在是很多民间在做。那这些民间有办法去做一个整合吗？我不知道。可是那政府这边能去做什么？我是觉得政府这边最能够去做的就是，如果有一些很严重的讯息，或者是今天已经是直接讲到政府的假讯息了，像我不能说假，或者是他今天解读不对。我随便讲一个好了，最近有一些报纸、有一些媒体在说，我们的永鹰好战斗机特别贵，比 F-16还贵啊，比什么还贵啊？可是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教练机架数少啊。我们的 F-16多啊，你摊提下来的一定相对来说那个分母比较大嘛，所以就分的钱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可是现在我们的这一个永鹰高教机就是刚出来，它现在才前期1-2年，还会有很多一些成本，包括它架数少，所以摊提成本不多，那当然就贵了。那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不是假？也不是假。但是它的解读方向是有错误的，这个就是其实政府就是需要出来做一些澄清。那以澄清啦，我曾经有去提过的，就是说政府是不是要有一个快速反应部队或一个什么办公室，就是只要是各式各样的有流言谣言进来，那他就要去想办法去找一些人去做澄清。所以这一群人他不一定是要什么事情都懂。因为你今天是军事，明天可能是核能，后天是这个健康疾病，大后天可能是什么八卦还是什么新闻、什么绯闻还是什么的。那你是不是要知道，我今天有核能专家可以问，医学专家可以问，交通专家可以问，军事专家可以问，一定要再把民众跟学界这一些把他拉进来，让他去帮你做背书或者传递，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澄清的效果。
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如何去善用民间的力量。我常会说啊，这一讲就是透露我年龄了啊。早期的话，这电视节目有一个什么灵异照片还是什么，两位一定没看过，两位一定没听过啊，年轻人没听过，很正常啊。那这一些他们怎么，就是先不说宗教如何，但是灵异照片他们的节目怎么解读呢？他说啊，首先他会找一个灵学专家，我现在感觉到这个灵魂有悸动啊什么 ，OK。好，这个灵能挑战还是什么 OK， 好，没关系，他就用灵学角度来解读。另外一个摄影专家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重复曝光，这个什么光线不对，怎样。那今天我们回想一下，在2022年，中共不是那裴洛西来台弄了一张P图吗？是。那当时就有人说啊，这个海象不对，光不对，还是什么，有这种类似的一些不实讯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民间的力量？我们常说民间什么都没有，键盘教练特别多，键盘球探、键盘侠特别多。那现在各位键盘们，就是你们立功的时候啦！你们这么爱酸民们，现在就好好来讨论一下吧。对啊，就是你，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请大家一起来帮忙，来去做一些讨论。当然，中间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诈骗集团就全部进来了，开始放毒，开始反而似是而非，又让真相更乱。所以其实今天就是会变成的是这些方法或许都有用，那最后还是民众是不是有办法去跳脱舒适圈？不能说看到这新闻啊，没有错，这个党就是该死，我特别喜欢看他骂他的新闻。是，但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做一个平衡，或者是我们讲跳出同温层之外，就是要去做到媒体识读？我会觉得就不一定是要去直接只说对或错，可是你事实上看看其他的来源。是不是有去讲到一些没有提到的事情？那中间去做一个平衡。那这个当然我知道是很难，可是这个其实或许是我们在对抗不实讯息上面可以去做的努力。因为之前上次那个我记得台中市的有关于一个讯息，就是什么麻疹在院内群聚嘛，可是它是院内，所以呢，它在台中就造成一个轩然大波。可是有一个错假讯息在台北也发生了，就是台北的某个院内有一些什么足迹啊发展出来的这些讯息等等之类的，就是让我想到刚刚老师讲的，如果今天我们民众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的某些讯息，它是有识别程度的，那它某层面上面，它可能会对于这些错假讯息可能会有一些抗体。对啊，就像是我们如果对于这个病毒，讯息病毒嘛，然后有一些抗体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那可是问题是有一些看似平衡报道的报道，然后就会导致某一些状态不一定是怎么样呈现的，比如说百年大爆，然后他开始攻击了某一些特定的团体团队，当然我们不会去直面说这个团体团队如何，但是突然这个工具怎么样被使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使用的人是谁，然后这个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就是邦邦可能最近很熟的，就是有关于纽约时报的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纽时这个事件就是他在短期内，他其实纽时在短期内呢发布了多篇攻击神韵艺术团还有攻击法轮功群体的文章。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神奇的是纽时他从大概2001年吧，就是他们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他们采取的都是中共的立场跟角度，比如说呢，他们可能会在可能天安门自焚案的时候，可能会采取跟中共一样的立场，就是说啊这个自焚人员就是法轮功学员等等之类的。可是对比其他报纸，他们可能就会是再去，那我觉得其他报纸他们会想再去做一个查证的动作，源自于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境内的时候，中共官方是大力的要迫害跟打压法轮功，所以他们在对于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会再去做二手的消息的查证这样子，然后发现他们查完之后，他们不能跟着中共走说哦这群所谓的自焚人员就是法轮功学员等等这样的情况。可是纽时就是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消息，我们可以就是国际媒体也披露了火灾器官的消息，那可能美国也成立了这个就是法轮功的保护案，在众议院也通过了。在这样的事实情况之下，纽时还是会在报道相关讯息的时候，会只使用中共官方的说法，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人觉得比较好奇说，如果是你有这么多手来源的话，为什么好像仿佛只是中共的传声筒的感觉？那中共是不是真的是大力的在境外地区，然后甚至这个百年大报都真的被他渗透了吗？
我会觉得啦，第一个就是说，中共在收购媒体或影响媒体上面这一点，绝对是这一个不计代价任何成本的。因为他一定会希望的就是，与其我去拼命说好中国故事，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他们大外宣就叫说好中国故事。那透过谁来讲？对中共来讲，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夷制夷，利用别人的来去做宣传，利用出自他人之口来去对外做宣传。甚至其实今天我们必须说，他经常也会去用的就是出口转内销。他有时他的对象不一定会是外国因为你今天我们今天讲好像就是纽时啦，纽时他说他会找纽时，可是今天纽时的这些宣传对于中国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洗脑也好，宣传也好，或者是去把讯息去这个虚假讯息去让国外的人对神韵对法轮功有不好的观感还是什么吗？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其实外界不是只有纽时，有更多的新闻讯息。对于中国来说，他今天做这个事情最大的目的是，他要出口转内销，对内说，你看连纽时都这样讲，所以他们就是一群臭鱼烂虾还是什么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他可以去抹黑。它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那因为我后来真的仔细有去思考过，他今天就这样攻击，好，那纽时的攻击，可是说实在，在外界不是只有纽时啊，Washington Post 啊，还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媒体，所以大家在外国，我们在资讯相对来说比较公开自由，或者是比较容易去搜寻的一个管道上面的话，我会纽时这样讲，那其他台怎么样？来，我们搜寻一下，就会有不同的状况看到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反而会去奇怪，会质疑是纽时怎么会？或这个媒体它或许报道上面是不是比较偏颇，或者是他今天这一篇就是标榜以下是中国角度或什么样的角度，可是他应该会有一些平衡报道。就据我所知，外国媒体应该会这样，他应该是会说，今天比如说我访问了 A， 可是我直接讲就中共这边的角度，对法轮功铁定是百般的比较是这负面的观感。但是我也会去讲其他的，那自己怎么看，其他媒体怎么看，其他的一些相关人士怎么看，去做到一个平衡报道。但是中共他要的就只是要你纽时曾经有对法轮功进行批评，对他来说就是很好的国际宣传素材。而且今天讲的很白一点啦，他要去传递的对象，我个人不太会去认为会是因为宗教这个东西是我相信就一定会非常相信。那外国相信法轮功或支持法轮功的，一定大有人在。但是今天的这纽时有办法去影响他们吗？我这点是打问号。他会这一个他主要的目标是华人市场。因为中共会希望借由纽时的讲话来去对华人圈进行一些宣传，去做到一些批评也好，或是攻击也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边也可以去看到，我就直接讲，像我在纽约地铁。我上面都是神韵的广告，我这是铁道那我在挤纽约地铁，我可能会是不是神韵广告嘛？那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自然是威胁哈，他会觉得，先不说这个资本绝对要很雄厚才有办法啦，他就会觉得因为多少人在坐地铁，大家一定会看嘛，是，那他就等于说会有一种印象，那他今天就是要来抹脏水或是批评。所以其实这一个就是中共他会在宣传上面会去做的一些方向，他会去泼脏水也好，或泥巴战也好。那当然这个或许也是代表今天神韵在这边的宣传是成功的。如果没有用他根本也不会理你嘛，对不对？是，而且他其实今天会去利用这个宣传的方式。那今天来讲的话，媒体这里又是一个很我们把它扩大一点来讲好了。今天不会是只有一个纽时的状况，是全世界媒体都会碰到一个困境。讲难听，讲现实，现在纸本报纸、纸本媒体基本上是没落了。对，这是很现实的，因为是在数位化时代。那数位化的话，我就在拼点击率。那我要点击率的话，不就是我的标题要这一个够耸动，或者是今天我不管真新闻假新闻，有点击率的就是好新闻。也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会出现。那所以这一些就会是变成今天媒体的报道。我自己常会说，我也不忍苛责媒体朋友啦，因为大家有大家的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必须要屈就的现实。可是这就会回归到民众
有没有办法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他今天我们民众要去面对的状况，就是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到媒体识读，或自己知道要去做，看到一个讯息的时候，再去做更多的搜寻，这一点就自然是民众要去做的。那当然，对于今天被攻击的，不管是艺术团体也好，还是任何的厂商也好，其实现在已经绝对不可能说什么谣言止于智者，这个绝对是我相信全世界没有那么多智者啦。这句话开地图炮，这句话开地图炮了，不行。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今天不可能就是谣言止于智者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大家的这个宣传真的超级恐怖的。像我最近上一个有台节目，然后我靠，底下的小粉红好恐怖哦，这个可是所以不止我们，对吧？对不对？我很感谢他们没有批评我内容，是只对我的长相跟头发还是什么这个什么唇红齿白类似这样进行批评啊，这还可以。那我就问，那有没有这个什么护唇膏啦，还是什么洗面乳的厂商要我代言的？我这边欢迎。扯远，各位听友们，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对，欢迎，谢谢。还是什么大杯水，还是什么杯子很大杯的大杯水，我也可以。OK， 好，扯远了。那今天厂商或者是今天企业要怎么样去面对不实的讯息？我自己啦，因为那一段时间我过去其实是学商业，在学行销嘛，是。那时候我们就有去看过危机如何去公关危机处理。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提出，第一个你要立刻单一窗口。你回应要同一个人、同一群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单一窗口、单一群人的话，今天就会出现很多媒体上面我们常看到的，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什么消息人士指出，相关知情人士会到处放话。对。那我们回想一下疫情的时候，先不说后来当时指挥官陈时中到底后来怎么样，可是当时你要每天下午2点准时开记者会，其实那压力是很大的。你要这也是类似的，就是你就会变成说，如果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要有一个固定团队、固定的时间去释放消息、接受询问。那第二个就是举出相反的事实。什么叫举出相反的事实？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当年大家一定喝过这个红牛还是什么类似那一种提神饮料嘛，能量饮。当时在美国它出来的时候，曾经被人家说里面有古柯碱成分，里面有毒品还怎样什么的。那好，就是这个是因为当时竞争对手很多嘛。美国我们看过什么爪啦，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对，就是那个这个竞争很凶嘛。那人家就攻击他呀，就放那种谣言啊。后来他就开记者会。OK， 好，那当然记者朋友一人一罐，然后到的时候先喝一口，就说今天很遗憾有这样的事实。那我们先看这个新闻，这个报道是什么？当时还用投影片的时代，还没 PowerPoint，那时候就说联合国毒品的价目表。古柯碱现在多少钱？那秀萌姐嘞，我今天这一瓶才值多少钱？那如果今天我里面有古柯碱的话，那全世界毒贩去死好啦，大家喝我这就好啦。对啊，就是举出相反的事实。我没有说里面有还没有还什么，可是我去用一种相反的事实来打脸对方，让对方觉得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去反应，那当然就是反应时间。当你在碰到不实讯息的时候，你要能够越快越好。曾经以前我们那时候学的是什么8小时定律，现在没有了，可能你1-2个小时就要准备开记者会，就要有一些回应。那记者会你是要委托律师发言，还是什么公开信，还是什么，还什么录一段这个短片，还是你要亲自出席？就看你的一个怎么操作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亲自出席，大家就会看什么碰到这种事情了，你看他还带这个几百万的劳力士，哇，就批评或者是什么样的，你穿的任何东西，大家都会被拿出来讲神采奕奕，对，那所以是不是？可是也是有人拍了影片之后也翻车的，也是有啦。这个是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之前有嘛？所以曾经有人说，那我这边用公开信还是什么打字，什么脸书回应就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更细腻的操作了。所以其实今天我必须说，没有错，在面对不实讯息上面，敌人进步的很快，但我们防御的这一方也要有一些进步。这也是我在上课，我常会说我有一门专门在讲不实讯息的一个攻防嘛。那我那门课我就说我们叫黑魔法防御术，我们要先学会如何避免。哈利波特最近继续武器走。我还真的买一支魔杖我再次强调史内普的。我想说，因为我要教的黑魔法嘛，这种东西拿了买史内普。我的是大阪环球影城自己买的正版，不是淘宝货。我要特别讲，因为我同学说，老师你这一
是在淘宝买的，是不是？不是，我买的是正版的。我们不用那种不用贴牌的，对，不用贴牌。我的是你拿去这个环球影城这样比一比，让门会开的那一种，好不好？然后那互动装置都能使用的那种。我没有用假货。所以我其实个人也蛮想问老师，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有跟诺言聊吗？是，就那时候大选的时候嘛，诺言是有一次又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的，就是美国在台的一位留学生，也是口译员，也是口译员，对。是。然后那时候诺言就跟我们讲说，他观察到台湾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看美国主流媒体。对，可是他说美国人现在都不看了。那老师您这样子往返台美的话，您的观察？没有错。为什么现在大家不看主流媒体？就像这一次选举嘛，大家就讲贺锦丽跟川普，一开始大家觉得五五波还是什么的，那是因为我们只看主流媒体。因为主流媒体讲的白一点，主流媒体要去顾及收视率，他要去顾及跟政府的互动或者是什么，所以会变成他的报道会是一些我不能说表面的现象，真正在内部或者是人民心中所想的，又不一定会在这上面呈现出来。所以其实现在对于过去我们常会说，网络上面是同温层，电视上面反而可以看到普罗大众。现在其实相反了，现在会变成的是，媒体会有自己的一些导向，当然他们会力求公正，可是，在报道的角度上面，我们还是很明显可以去看得出来，各界会有各自的立场。那当然，我没有说这不对，各自立场都是正确的。可是今天的会是在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在美国啦，他们的网络媒体或者是一些小众媒体，或许才可以去反映出一些现在比较多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但是在台湾这里的话，又不太一样，因为台湾有一些你说小众的媒体，会不会大家就立刻说你是侧翼啦？就马上被轰掉了。那当然就是你的各大的一些媒体，就像我们内湖区嘛，大家都知道，内湖区其实每个媒体各自一定有他自己想要去。我不认为这是立场，我反而会倾向是分析的角度。那这个分析的角度更多元，是不是能够给民众更多的一些思路，或者是更多的思考模式？我会觉得，与其去怪媒体，不如说是现在的讯息爆炸的太厉害。知道资讯的就管道太多，导致于民众会有消化不良，反而是民众我们要去跟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去做更多的分析。我会觉得这个或许是在现在这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一个面对的方式。这让我想到以前上那个传播理论课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教授会跟你讲说，哎呀，这个新闻角度各不同，对不对？然后呢，就要用各种不同的讯息去分析，就很像什么花瓣，然后我们从每个花瓣看到那个花心的那个位置都不太一样，你站的位置不一样，听的东西不一样，自然而然你的讯息解读就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解密404的存在，就是要告诉大家，哎呀，我们这个看事情的角度也稍微的不一样哈。对，因为觉得其实每一次请来宾来，就是后来就是跟老师聊完的内容，其实跟我原先设想的也都不一样，也都不一样。但就觉得只是参考，对不对？原来，喂，好像一个什么哇哇那个什么节目，他也是这样讲的。是。没错。所以在这些讯息的来源上面，我们其实很多的听友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其实要有一个能够识读这些媒体它其实背后的这些来源、目的，还有这些他们所分析的角度，所要带给你的讯息等等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刚刚老师讲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智者已经不多，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要学会如何更聪明的来去听好的节目，如何自己默默往智者方向前进。是，我们朝向那个智者迈进，就是我们的新年新目标，跟各位听友们的新年新希望啦。对，还有上课要来，作业要交。是，记得不要在新年度、新学期又要被当了，对不对？没错。对，那我们这集哪边可以听到呢？我们可以在 SoundOn、Firstory、KKBOX、Spotify、YouTube 跟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我们在每个周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大家放学，陪着大家一起下班，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那我们请老师跟大家、各位听友们、观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喽。好，谢谢大家，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下期见。